沒18秒，美國政府就新增一筆100萬美元的債務。你還沒看完這句話，美國就又多欠了300萬。西班牙無敵艦隊曾經橫掃西海，大英帝國日不落的神話，蘇聯與美國分庭抗禮的超級大國，他們都相信自己是例外，相信這次不同。但是歷史用同一個劇本把他們一個一個送進了墳墓。7個步驟，一步不少，一步不多。而今天的美國已經走到了第5步。你或許會問，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是美國人。關係可就大了。帝國的黃昏就是財富的重新洗牌。有人會輸光本金，但也有人會在廢墟中撿到黃金。區別只有一個，你是否看懂了這個規律，並且做好了準備。這條影片我會用數據和歷史告訴你這個劇本的每一個章節，更重要的是教你如何在100年一遇的財富大洗牌裡把握機會。投資大師鄧普頓說過，投資中最昂貴的4個字就是這次不同。每次泡沫來臨，總有人說這次不一樣，但歷史告訴我們，人性不變，規律不變，帝國的興衰也是如此。今天我要講的是一個被歷史反覆驗證的7步崩潰模式，核心只有一句話：帝國的崩潰不是被外敵打敗，而是被自己的經濟拖垮。軍事過度擴張、貨幣貶值、債務螺旋，這3個要素就像3根繩索，一步步勒緊帝國的脖子。我們先看3個案例，看看這個模式是怎麼上演的。在16、17世紀，西班牙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日不落帝國，它擁有從美洲運來的源源不絕的黃金白銀，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無敵艦隊，殖民地遍布全球。聽起來是不是很像今天的美國？但西班牙犯了第一個致命錯誤，軍事過度擴張。他在歐洲大陸上四處開戰，一下跟法國打，一下跟英國打，還要鎮壓荷蘭的獨立運動。這些戰爭就像一個巨大的稅鈔機，把從美洲掠奪來的財富消耗得一乾二淨。錢不夠了怎麼辦？西班牙王室做了所有後繼帝國都會做的事情，貨幣貶值。他們往金幣、銀幣裡摻雜越來越多的銅，讓貨幣的實際價值大大降低，同時瘋狂地向國內外的銀行家借債，陷入了債務螺旋。到17世紀初，西班牙政府多次宣布破產，連軍隊的薪水都發不出來。一個連士兵工資都付不起的帝國，他的軍隊還有什麼戰鬥力？與此同時，國內的生產能力嚴重喪失。當權者認為有美洲的黄金就夠了，何必辛辛苦苦搞生產？大量的工匠和農民破產，西班牙的紡織業等核心產業一蹶不振，最終社會矛盾激化，盜賊四起，人心惶惶，進入了社會衰敗的階段。雖然西班牙帝國又苟延殘喘了一段時間，但從他陷入債務和貨幣危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1648年，他被迫承認荷蘭獨立，從此告別了世界霸主的舞台。時間快進到20世紀初，世界的霸主換成了大英帝国，它的殖民地面積是本土的100多倍，海軍力量全球第一，英鎊是當時的世界貨幣，又是熟悉的劇本。英國的轉捩點是2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2次世界大戰。雖然英國是戰勝國，但它付出了慘重的經濟代價。為了打贏戰爭，英國耗盡了幾個世紀積累的財富，還欠了美國一大筆債，這就是軍事過度擴張的代價。戰後，英國的經濟一蹶不振，為了維持龐大的殖民體系和國內的福利開支，它只能不斷的印鈔，導致英鎊大幅貶值。1949年，英鎊對美元一次性貶值了30%，同時國債高築，經濟增長乏力。更重要的是，英國也出現了生產能力喪失的問題，本土的工廠設備陳舊，創新不足，在與美國和德國的新興工業競爭中敗下陣來，工會力量過於強大，罷工頻繁，進一步打擊了生產效率，這就是典型的社會衰敗特徵。最終，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美國通過金融手段迫使英國撤軍。那一刻，全世界都明白了，世界的權杖已經從英國交到了美國手中。大英帝國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就這樣在經濟的重壓下一步步瓦解了。
蘇聯的例子更加震撼，因為它的崩潰速度快得驚人。從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到1991年底蘇聯正式解體，只用了2年多的時間。一個曾經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超級大國，為什麼會這麼脆弱？答案還是經濟。蘇聯的軍事過度擴張達到了頂峰，他跟美國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軍備競賽，把大量的國家資源投入到坦克、飛機和核武器上，而不是人民需要的面包和黃油。他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早期或許有效，但到了後期已經完全僵化，生產能力嚴重低下。商店裡貨架空空，人民排長隊也買不到基本的生活用品。為了維持這個龐大的體系，蘇聯政府只能依靠印鈔機，盧布的價值一落千丈。同時，由於經濟停滯，政府財政收入銳減，陷入了隱形的債務螺旋。當經濟基礎被掏空後，社會就會衰敗，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貪腐橫行，社會離心力越來越大。最終只需要一個導火線，整個看似堅不可摧的大廈就轟然倒塌。聽完這3個故事，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共同點？西班牙、英國、蘇聯，無論他們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有多麼不同，他們都沒能逃過這個7部曲的魔咒。這就像一個寫好的劇本，主角換了，但情節卻不斷重演。那麼最關鍵的問題來了，今天的美國是否也在上演同樣的劇本？它走到了第幾步呢？第一步，軍事過度擴張。美國現在是全球唯一的超級軍事大國。根據最新的數據，美國在全球超過8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大約750個軍事基地或設施，部署超過24萬現役軍人。從日本、韓國到德國、中東，美軍的身影無處不在。這些數字只是估計，實際的數字可能更高，因為五角大廈並未公開所有數據。維持這樣一個龐大的全球軍事體系，開銷是天文數字。2024年，美國的軍費開支超過9970億美元，佔北約總軍費支出的66%，佔2024年全球支出達37%。但這還不是全部。美國還在全球各地打了無數場戰爭，這些戰爭消耗了多少錢？根據布朗大學的研究，在2001年之後，美國就花了超過8兆美元。這8兆美元本來可以用來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可以用來改善教育和醫療，但最後都化成了沙漠裡的炮彈和導彈。更諷刺的是，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20年的戰爭花了2兆多美元。最後，塔利班重新掌權，這場戰爭到底贏了什麼？什麼都沒贏，只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財政黑洞。這就是典型的軍事過度擴張，就像當年的西班牙四處開戰，最後把自己拖垮。第二步，貨幣貶值。自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鈎以來，美聯儲就掌握了無限印鈔的權利，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和2020年新冠疫情之後，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瘋狂擴張。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大約是9000億美元。到了2020年疫情爆發前，已經膨脹到4.2兆美元，而到了2022年，這個數字飆升到了接近9兆美元。短短2年多的時間，美聯儲憑空印出了將近5兆美元。這些錢去哪裡了？一部分流入了股市，推高了資產價格，讓富人更富；一部分流入了市场，導致通脹。結果是什麼？就是我們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美元的購買力在持續下降。我給你們舉個例子，1971年，也就是美元與黃金脫鈎那一年，1美元可以買到大約4個麥當勞漢堡。今天1美元連1個漢堡都買不到，這就是貨幣貶值最直觀的體現。我們手中的錢越來越不值錢了，而且這個趨勢還在加速。2020年到2022年，美國的通脹率一度飆升到9.1%，創下了40年來的新高。雖然現在有所回落，但物價已經回不去了。你去超市買菜，去餐廳吃飯，去加油站加油，是不是都感覺比幾年前貴了很多？這就是貨幣貶值的代價，而我們普通老百姓就是最大的受害者。第三步，債務螺旋，這是最致命的一步。就在我錄製這條影片的2025年10月，美國的國債總額已經正式突破了38兆美元。
這個數字有多誇張？它已經超過了中國、日本、德國、印度這4個經濟大國的 GDP 總和。更可怕的是它的增長速度。美國國債從37兆增長到38兆，只用了短短2個多月的時間。平均下來，美國政府每天要新增接近150億美元的債務。這是什麼概念？就是每1秒鐘，美國政府就要借17萬美元。你眨一下眼睛，美國就多欠了將近20萬美元。我們再往回看，從2000年到2017年，17年時間，國債增加了15兆，而真正的加速是從特朗普和拜登上台後開始。特朗普第1任期，國債從20兆增加到28兆，增加了8兆美元。拜登接棒後，國債從28兆增加到36兆，又增加了8兆美元。你看到了嗎？特朗普和拜登這2位總統8年合計增加了16兆美元的國債，國債累積速度加快了2倍。這個雪球不只是越滾越大，還是在加速崩塌。那特朗普現在又回來了，他的經濟政策是什麼？還是那一套大規模減稅，特別是給富人和大企業減稅，進一步降低企業稅和高收入者的稅率。結果是什麼？政府的稅收入大幅減少，但開支卻沒有減少，反而因為軍費和利息支付而不斷增加。根據預測，未來5年，美國每年的財政赤字都會超過 GDP 的6%。這是什麼概念？連意大利和希臘這些曾經的歐洲5國都沒有這麼誇張。更致命的是利息支付，因為債務越高，需要支付的利息就越多。現在美國政府每年光是支付國債利息的錢就已經超過了1兆美元，比他的國防預算還要多。為了支付利息，他只能借更多的債，這就是一個無解的循環。巴菲特曾經說過，只有在退潮的時候，你才知道誰在裸泳。當這個債務泡沫無以為繼的時候，後果不堪設想。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更是火上澆油，這些關稅的成本最終都轉嫁到了美國消費者身上。你去沃爾瑪買東西，價格漲了；你買 iPhone， 價格漲了；你買家具，價格也漲了。根據耶魯大學的研究，這些關稅政策到2025年底會讓美國的失業率上升，並且讓普通家庭每年多支出幾千美元。更糟糕的是，這些關稅引發了全球貿易戰，中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都對美國商品進行了報復性關稅。結果就是美國的出口企業受到打擊，農民賣不出大豆，工廠訂單減少，特朗普不得不用政府補貼來救助這些行業，而這些補貼的錢又是從哪裡來的？還是借債。所以你看，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減稅導致收入減少，關稅導致成本上升和貿易萎縮，軍費和利息支付不斷增加，最後只能靠不斷借債來維持。這個債務螺旋已經完全失控了。第4步，生產能力喪失。我們常說產業空心化，美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幾十年來，為了追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潤，大量的美國製造業企業把工廠搬到了中國、墨西哥、越南等國家。1970年代，美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25%左右。今天這個數字是多少？不到8%。製造業對 GDP 的貢獻也在不斷下降。1950年代，製造業佔美國 GDP 的28%，今天只有9.4%左右。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美國本土已經不生產大部分它所需要的商品了。你去看看你家裡的東西，從手機、電腦、電視到衣服、鞋子、玩具，有多少是美國製造的？幾乎沒有。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消費國，而不是生產國。這種對外部供應鏈的極度依賴，在和平時期或許沒問題，但一旦全球局勢緊張，供應鏈斷裂，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我們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就看到了，美國連口罩、防護服、呼吸機這些基本的醫療物資都要依賴进口。當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工廠停工時，美國的醫院面臨着物資短缺的危機。特朗普上台後一直喊着要讓製造業回流美國，但實際效果如何？幾乎沒有，因為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太高，基礎設施老化，而且缺乏足夠的技術工人。即使有企業想回流，也面臨着巨大的成本壓力。
更重要的是，美國在很多關鍵領域已經失去了技術優勢，比如半導體製造，全球最先進的晶片製造能力在台灣的台積電和韓國的三星手中。美國雖然有英特爾，但在先進製程上已經落後了。再比如電動車和電池技術，中國已經遙遙領先，稀土礦產的加工也幾乎全部掌握在中國手中。這就是生產能力喪失的可怕之處。你不僅失去了工作機會，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更重要的是，你失去了在關鍵時刻的自主權。當危機來臨時，你會發現你連最基本的生存物資都無法自給自足。第五步，社會衰敗。當經濟的根基開始動搖，社會層面的問題就會一一浮現。今天的美國，我們看到了什麼？首先是政治撕裂，兩黨惡鬥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已經不是政策分歧，而是價值觀的對立，甚至是你死我活的鬥爭。2025年，美國國會在很多關鍵議題上陷入僵局。10月1日開始，政府因預算僵局陷入停擺，截至10月底，已持續近1個月。數百萬聯邦員工被迫無薪工作或休假，這種政治失能讓美國無法有效應對經濟和社會問題。其次是貧富差距，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100年來的頂點。根據數據，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全美超過31%的財富，而最底層的50%的人只擁有約2.5%的財富。中產階級正在消失，社會正在分化成2個極端，極富和極貧。第三是游民問題，這是美國社會衰敗最直觀的體現。根據2024年的統計，美國有超過77萬人無家可歸，比2023年增加了18%，創下了歷史新高，而且這個數字還在快速增長。你走在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紐約的街頭，到處都能看到帳篷營地，到處都是流浪漢。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房租太貴了。美國沒有一個州一個全職的最低工資工人能夠負擔得起一套一居室的公寓，他們必須每周工作86個小時才能付得起房租。一旦失業，一旦生病，一旦有任何意外開支，他們就會立刻陷入無家可歸的境地。第四是毒品泛濫，美國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毒品危機，特別是芬太尼。2023年，美國有超過10.7萬人死於藥物過量，其中超過74000人死於芬太尼。這個數字比車禍和槍擊案加起來還要多。毒品不僅摧毀了無數個家庭，也讓整個社會陷入了絕望和混亂。第五是信任崩潰。根據2025年的民調，只有28%的美國人表示信任媒體，只有不到20%的人信任國會。人民對政府、对媒體、对專家、对機構普遍失去了信任。這種社會共識的瓦解是一個帝國衰敗最明顯的內部特徵。當一個社會失去了共同的價值觀，失去了相互的信任，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它還能走多遠？好了，5個階段一步一步都有數據和事實佐證。西班牙、英國、蘇聯走過的坑，美國一個不落的都踩了一遍。現在他就站在懸崖邊上，前面只剩下最後2個階段。第6步，貨幣地位喪失。這一步是多米諾骨牌倒下的關鍵一章。美元之所以能讓美國收割全世界，就是因為它是全球的儲備貨幣。國際貿易用它結算，各國央行用它儲備，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尋求去美元化。中國和俄羅斯在雙邊貿易中已經基本不用美元結算了。巴西、印度、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也在推動用本國貨幣進行貿易結算。2025年，沙烏地阿拉伯甚至開始接受人民幣支付石油，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黃金正在回歸，這個被遺忘了多年的貨幣之王正在被各國央行瘋狂搶購。2023年和2024年，全球央行購買黃金的數量創下了歷史新高。為什麼？因為他們不再信任美元，他們要為去美元化的未來做準備。
一旦美元的霸權地位動搖，全世界拋售美元資產，那將引發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美國將無法再通過印鈔來轉嫁危機，它累積了幾十年的債務和矛盾，將會在一瞬間總爆發。第7步，突然且劇烈的崩潰。Ray Dalio 研究了過去500年來所有主要帝國的兴衰，發現帝國興衰遵循大周期，而且每個周期約是50到70年。而根據 Ray Dalio 的2025年最新評估，目前的大周期已經走到90%，美國正處於重大衝突和巨大變革的邊緣。歷史告訴我們，最後的10%往往來得最快、最猛烈。帝國的黃昏往往來得比所有人預料的都要快，就像蘇聯在短短2年多內解體一樣。當金融系統崩潰，社會秩序將隨之瓦解。這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是一個雪崩式的過程。你可能會說，我不是美國人，美國衰退也不關我的事呀。其實無論你身在何處，這都會影響到你。例如，你手上的港幣、台幣、馬幣背後都是美元。如果美國不做世界老大哥，美元跟着貶值，你手上的鈔票也會跟着貶值，財富也跟着受影響。那可以怎麼辦呢？你可以適當的配置黃金。為什麼要買黃金呢？我之前的影片已經解釋過，大家可以看完這條影片再去看這些影片。除了買黃金，買對優質的股票也能保護我們的財富。股神巴菲特的名言我們都聽過，在別人恐懼時我貪婪，在別人貪婪時我恐懼。這句話的精髓在於逆向思維，更在於價值判斷。當市場恐慌，所有人都在拋售資產的時候，很多優質的公司，那些真正能創造價值、擁有強大護城河的企業，它的股價可能會被嚴重錯殺，跌到一個非常不合理的便宜價錢。這時候就是我們這些價值投資者進場撿黃金的時候。但問題來了，你怎麼知道哪些公司是有潛力的，哪些只是看起來便宜的垃圾？你怎麼在成千上萬只股票中找到那些被市場錯殺卻擁有強大基本面的優質股？如果你想選出能帶給你豐厚利潤的優質股，我的10倍股課程能幫到你。這個課程能夠幫你找出真正強勁優秀的股票，讓你的資產增長得更加穩固。這個有系統的不斷找到10倍股的方法，是我30多年投資經驗的精華總結，現在毫無保留的分享給大家。最重要的是，我把普通投資者最常犯的10個錯誤制作成一個60分鐘課程。這10個錯誤不僅是容易犯，而且每個都會讓投資者損失慘重。要提升投資回報，最直接的就是減少犯錯、輸冤枉錢。所以我把這堂價值滿滿的60分鐘課程完全免費的送給大家，快點點擊下面的資訊欄了解更多。雖然說美國這個老大哥可能要做不下去了，但也不代表會有另一個國家立刻馬上代替成為新的老大，中間可能需要一些時間，還是要看各國之後的發展。這種權力真空期往往是最動盪也最充滿機會的時期。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認為美國會是那個例外，打破這個歷史魔咒嗎？還是歷史會再一次殘酷的重演？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區寫下你的看法。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學到了東西，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條影片再見。